Anduril Industries。朋友们，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未来的战争会不会不再是飞机对飞机、航母对航母的较量，而是无人机与无人机的群体对抗呢？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，在战场上，成百上千架无人机像蝗虫一样蜂拥而至，它们不需要人类操控，而是有一个超级 AI 操作系统统一指挥，在几毫秒之内就能决定目标、调整战术。地面士兵戴上 AI 头盔，眼前出现的是实时全息战场图像，敌我双方一目了然。听上去是不是很像黑镜或科幻大片里的情节呢？但我要告诉你，这不是幻想，而是真实的未来。而推动这一切的不是传统的波音、洛克希德马丁、雷神，而是一家仅仅成立8年的年轻公司，它的名字是 Anduril Industries。这家公司刚刚又赢下了美国空军的数亿美元合同，还没上市就已经被华尔街的私募和二级市场投资者疯狂追捧，估值已经高达450亿美元。很多人把它称为下一个 Palantir， 甚至是军工版特斯拉。今天这期视频，我将带你彻底搞清楚Anduril 到底是做什么？它凭什么能在100年军工巨头环伺之下脱颖而出？它的成长性和护城河在哪里？投资它的风险又是什么？作为普通投资者，我们该如何布局呢？首先，我们要来知道一下 Anduril 是什么公司。Anduril 成立于2017年，由 Palmer Luckey 创立。这个人是谁？他是 Oculus VR 的创始人，21岁就把公司以20亿美元卖给了 Facebook， 成为硅谷神话人物。很多人以为他会拿着钱去买游艇环游世界，但他却把目光投向了最冷门、最难啃的行业之一——国防工业。为什么？因为 Palmer 发现美国的军工体系已经严重滞后，几十年来，它几乎被少数几家巨头垄断：洛克希德马丁、波音、诺斯罗普格鲁曼、雷神、通用动力。这些公司庞大到像恐龙，但行动迟缓，缺乏创新，动辄一个项目就是几十年、上万亿美元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F-35 战机，研发超过20年，预算飙升到 1.7 万亿美元，但交付效率极低。Palmer 认为，现代战争已经进入算法加数据加无人化时代，而传统巨头完全无法适应。于是他决定做一件疯狂的事，把硅谷的创业模式搬进国防工业。传统军工巨头的模式是军方写需求，承包商研发，10几年交付，而 Anduril 的模式完全颠覆。主动研发，不等军方下单，先用分头的钱自己做出成品，所见即所得，直接把产品带到将军面前。这就是未来，马上签合同，明天就能用。快速迭代，像软件公司一样不断更新版本，让产品始终领先。这种模式让五角大楼眼前一亮，因为在很多情况下，他们需要的不是10年后的武器，而是今天就能上战场的解决方案。于是 Anduril 一下子打开了局面，短短几年时间，他已经赢得了包括美国陆军、海军、空军、海军陆战队在内的多个大额合同，甚至还把产品卖到了澳大利亚和英国。王牌是什么呢？最核心的
是它的 Lattice OS， 一个战场级 AI 操作系统。它的功能可以简单理解为把卫星、雷达、无人机、传感器的数据全部汇总， AI 实时分析，生成作战态势，直接给出战术建议，甚至可以下达作战命令。换句话说， Lattice 就是未来战场的大脑。围绕 Lattice， Anduril 还打造了一套硬件，哨兵塔 Sentry Towers 部署在边境，自动识别入侵，反无人机系统 Anvil， 无人机对无人机拦截，精准打击， Ghost 无人机， Fury 隐身无人机， Ortis 远程无人机，从侦察到打击全覆盖。 AI 头盔 Manners 让士兵实时看到全息战场信息。这就像 iOS 加 iPhone 加 AirPods 的生态闭环，只不过换成了战争场景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数据。2022年 Anduril 的营收是 2.2 亿美元，2023年增长到 4.8 亿，2024年突破10亿，2025年预期超过20亿，3年时间营收增长了近10倍。对比一下，洛克希德马丁年营收600亿，但年增长只有 2% 左右。这就是巨头和新锐之间的差别。在估值方面， Anduril 目前在二级市场的估值大约450亿美元，市销率高达45倍。那么 Anduril 的护城河是什么呢？一、软件定义硬件。传统军工靠硬件赚钱，更新慢。Anduril 通过软件快速升级硬件，降低替代成本。二、AI 驱动。Lattice 是一个自我学习的 AI， 大数据越多越聪明，形成正反馈。三、生态闭环。软件加硬件加算法，全连路打通，形成平台型护城河。四、人才优势。硅谷背景吸引了大批顶尖 AI 工程师，而传统巨头很难留住这类人才。这几个护城河叠加，意味着 Anduril 很可能在未来的军工竞争中建立起赢家通吃的格局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竞争对手。它的竞争对手主要有3类。一、传统军工5巨头，洛克希德马丁、波音、雷神、诺斯罗普格鲁曼、通用动力。他们体量庞大，政治资源丰富，但创新速度太慢。二、Palantir， 这家公司做的是数据分析，更偏软件，但缺少硬件。Palantir 像大脑，而 Anduril 既是大脑，也是手和脚。三、新兴初创公司，比如 Shared AI、AeroVironment， 他们也在做无人机和 AI， 但规模小，融资能力不如 Anduril。 综合来看， Anduril 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。那么 Anduril 的增长与估值逻辑如何呢？现在 Anduril 估值450亿美元，未来能涨到多少呢？如果5年后营收做到80亿美元，给它10倍市销率，市值就是800亿。如果保持20倍市销率，就是1600亿。如果战争需求进一步爆发，它甚至可能冲击10000亿市值。换句话说，现在的估值看似高，但背后隐藏的是15倍以上的长期成长潜力。当然，风险我们也不能忽视。一、政策依赖，收入 90% 来自政府合同，存在政策变数。二、产能挑战，需求太快增长，能否按时交付是关键。
3. 巨头反击，传统巨头可能通过游说、并购来围堵 Anduril。4. 国际环境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既是机会也是风险。目前 Anduril 还没上市，普通投资者买不到它的股票，但我们可以提前做2件事。一、关注产业链受益者，无人机零部件、军用芯片、国防软件供应商都可能间接受益。2、提前布局军工 ETF， 比如美国的 ITAXAR， 里面包含大部分军工股，能间接受益于整个行业的爆发。等到 Anduril 真正 IPO， 那一刻一定会成为华尔街的焦点。作为投资者，我们必须提前准备。朋友们，今天我们聊的 Anduril 已经不仅仅是一家公司，而是代表着整个军工行业的一次范式转移。它用硅谷式的速度和 AI 技术，正在颠覆100年军工巨头的格局。它的成长性、护城河、行业趋势都指向一个可能的未来。它或许是下一个 Palantir， 下一个特斯拉，甚至是未来的万亿市值公司。对于投资者来说，现在的关键不是你能不能马上买到它的股票，而是你有没有提前建立对未来的认知。当它真正走进资本市场时，你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？最后，我留一个问题，在 Anduril 的冲击下，你觉得哪一家传统军工巨头最有可能最先倒下？洛克希德马丁还是波音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。